在1975年的一个秋日，天空中出现了一种全新的飞行器，它的名字叫做R-64阿帕奇直升机。这不仅仅是一架普通的直升机，它是由 Hughes Helicopters 为美国陆军研制的武装直升机，目的是为了替代 RE 眼镜蛇直升机。这架直升机的首次试飞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，它将在未来的数十年里成为战场上的主宰。阿帕奇直升机的设计是为了满足前线环境的需求，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，无论天气如何，它都能够执行任务。它装备了各种传感器和航电设备，如目标获取和指示系统、飞行员夜视系统等，使其能够在这些条件下进行操作。此外，阿帕奇还具有一种革命性的功能，即其头盔安装的显示器。这使得飞行员或射手可以将直升机的30毫米自动 M230链枪与他们的头盔相互关联，使枪支随头部移动而移动。但是，阿帕奇直升机不仅仅是一架武器平台，它的机身和旋翼都经过特殊设计，可以承受23毫米的弹药打击，这使得它在战场上具有很高的生存能力。此外，它的燃油系统也经过特殊处理，可以自动封闭，以防止被弹道射击。在1990年代的巴尔干半岛，阿帕奇直升机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尽管在这些部署中，阿帕奇遇到了一些问题，如训练不足、夜视设备的缺陷等，但它仍然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攻击直升机之一。在这之后，阿帕奇直升机继续在各种冲突中发挥作用，如巴拿马的正义行动、科威特的沙漠风暴行动等。每一次，它都证明了自己是战场上的王者。但是，正如所有的武器系统一样，阿帕奇直升机也不是完美的。在其使用过程中，它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如维护困难、零件短缺等。但是，这并没有阻止它继续在战场上发挥作用。总的来说，R-64阿帕奇直升机是一个传奇。它不仅仅是一架武器，更是一种象征，代表了技术的进步和人类对于战争的理解。接下来，我们将深入探讨阿帕奇直升机的各种配置和武器系统，以及它在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。阿帕奇直升机的主要武器是其30毫米 M230链枪，这是一种高速、高精度的自动火炮，可以迅速摧毁敌方的装甲车辆和阵地。除此之外，它还可以携带各种导弹和火箭，如 Hellfire 导弹和 Hydra 70火箭。这些武器使得阿帕奇成为了空中的杀手，但是这并不是它的全部。阿帕奇还配备了一系列先进的电子设备，如雷达、红外线和激光指示器。这些设备使得它可以在任何天气和时间条件下执行任务。但是，阿帕奇的真正威力并不仅仅在于它的武器和设备，它的飞行员和射手经过严格的训练，他们不仅要学会驾驶这架复杂的机器，还要学会如何在战场上与其他单位协同作战。这种协同作战的能力使得阿帕奇可以与地面部队、其他直升机和战斗机形成一个强大的战斗团队，共同对抗敌人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阿帕奇直升机已经经历了多次升级和改进。例如，最新的R-64版本增加了更多的传感器和通信设备，使得它可以更好地与其他单位协同作战。此外，它还增加了一些新的武器，如 JAGM 导弹，这是一种可以打击多种目标的导弹，包括装甲车辆、船只和建筑物。但是，阿帕奇的未来并不仅仅是升级和改进。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发展，有人认为阿帕奇可能会被无人机所取代，但是这并不是事实。尽管无人机在某些任务上具有优势，如侦察和打击，但它们并不能完全替代有人驾驶的直升机。阿帕奇的飞行员和射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判断，而这是无人机所不能做到的。此外，随着现代战争的变化，阿帕奇的任务也在发生变化。在过去，它主要用于打击敌方的装甲车辆和阵地，但是现在它更多的被用于打击非常规目标，如恐怖分子和叛乱分子。这种变化要求阿帕奇必须具备更多的灵活性和精确性，而这正是它的长处。总的来说，R-64阿帕奇直升机是一个真正的传奇，它不仅仅是一架武器，更是一种象征，代表了技术的进步和人类对于战争的理解。
在未来，我们期待它能够继续发挥其作用，为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。在未来，我们期待它能够继续发挥其作用，为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。然而，阿帕奇直升机的成功并不仅仅是技术上的，它背后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创新、团队合作和对挑战的坚持的故事。从最初的设计和研发阶段到现在的各种战场应用，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挑战和困难。但是 Hughes Helicopters 和后来的 Boeing 公司的工程师和飞行员都没有放弃，他们坚持不懈，不断地改进和完善这架直升机。在阿帕奇的研发过程中，工程师们面临了许多技术上的挑战，例如如何设计一个既能够承受强大的武器冲击，又能够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灵活机动的机身，如何确保在夜晚和恶劣天气条件下，飞行员和射手都能够准确地找到并打击目标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工程师们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测试，不断地修改和完善设计。但是，技术上的挑战并不是唯一的问题。在阿帕奇的研发和生产过程中，也出现了许多管理和组织上的问题，例如何确保项目的进度和预算都能够得到控制，如何确保所有的供应商都能够按时交付高质量的零件和材料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项目团队采用了一系列的管理方法和工具，如项目管理、供应链管理和质量管理。除了技术和管理上的挑战，阿帕奇的研发和生产过程中，还出现了许多人为的干扰和阻碍，例如政治上的压力、竞争对手的攻击和媒体的质疑。但是，项目团队并没有被这些干扰所影响，他们坚持自己的信念，继续推进项目的进展。总的来说，阿帕奇直升机的成功是一个关于技术、管理和人的故事。它告诉我们，只要有坚定的信念、正确的方法和团队的合作，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在未来，我们期待更多的像阿帕奇这样的成功故事，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。在未来，我们期待更多的像阿帕奇这样的成功故事，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。当我们回顾阿帕奇直升机的历史，不得不承认，它不仅是一架杰出的军事装备，更是一部反映了人类智慧、创新和坚韧不拔精神的历史。从1975年首次试飞至今，阿帕奇已经陪伴我们走过了近半个世纪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它见证了无数的战争和冲突，但也见证了和平与合作的时刻。阿帕奇的成功不仅仅是技术和武器的胜利，更是人类对于和平与安全的追求的胜利。在每一次的战斗中，飞行员和射手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战，他们不是为了征服和杀戮，而是为了和平和自由。这是阿帕奇背后真正的故事，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铭记的故事。然而，和平并不是容易实现的，它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努力和合作。阿帕奇直升机作为一种武器，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制造战争，而是为了维护和平。在未来，我们希望不仅仅是阿帕奇，更多的武器和技术都能够为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。最后，我们要感谢那些为阿帕奇付出努力和汗水的人们，无论是设计师、工程师、飞行员还是维护人员，他们都是这个传奇故事的主角人。他们的努力和牺牲，使得阿帕奇能够成为今天的传奇。在此，我们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阿帕奇直升机可能会被新的技术和武器所取代，但是它的传奇和故事将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。它不仅仅是一架直升机，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，一个关于勇气、智慧和坚韧不拔的故事。让我们铭记这个故事，为了更美好的未来继续前进。